Hello，朋友们，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呢，也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们。那我们在搭建网站的时候呢，那么现在的人搭建网站啊，80%-90%使用的都是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的一个网站。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我就带着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呢，一起来看一看 WordPress 里面的一些最基础的一些知识。那么不管你是要那么朋友们，如果说你正在想要搭建网站，想要立马开始搭建网站，或者说还是你想要收集一点信息，关于 WordPress 搭建的一些信息，看完这期视频呢，小鱼儿保证呢，你对这个 WordPress 呢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能明白这个平台呢它是怎么运作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儿，我的频道呢主要是带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呢搭建网站啊，我的教程呢都是非常详细的一个入门教程啊，不管你想要搭建什么网站呢，那么你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如果我的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呢，麻烦你动动你的小手来给我点个赞。那我的上一期视频呢，给大家讲解了一个3个多小时的零基础搭建网站啊，你是一个纯的小白，什么都不懂啊，你看完我的这些视频呢，那么你也能够自己搭建一个网站。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 WordPress 建站啊 ，WordPress 它到底适合哪些小伙伴？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WordPress 它是什么啊？这里还不知道的朋友呢，你也可以跟小鱼儿一样哈，使用 GPT 呢来问一下 GPT。那么这里你连 GPT 没有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哈，你可以直接去看一下。那么 WordPress 是什么啊？这里我们要搞清楚。直接问 GPT， 那GPT 呢，它也是我的老朋友，平时呢我会使用的非常的多啊，一些文案脚本呢可能都需要交给 GPT 啊，包括一些标题啊这些等等这些都可以找 GPT， 或者说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直接来问它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 AI 工具。那么可以看到 WordPress 呢，它是最初呢它主要是用于搭建一些博客啊，但随着现在的功能和生态不断扩展。那现在呢，已经成为全球最广泛的使用的建站工具之一。那么它具有的一个特点呢，就第一，开源免费啊，这个 WordPress 它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你可以免费下载、使用和修改。第二个呢是易于使用 ，WordPress 呢它拥有可视化的一个后台操作界面啊，零编辑基础的新手呢也能快速上手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页面啊真的是啊非常的易用哈。第三呢，它的插件生态丰富啊 ，WordPress 里面呢，它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和付费的插件，可以轻松的扩展你网站的功能。第四呢，它的主题多样啊，有海量的免费和付费的主题可以选。我们网站的首页。第五呢，它有一个社区的支持。那 WordPress 社区呢非常活跃哈，在线文档和教程呢也很丰富。那么你问的问题可以很快的得到答案。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会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建站。那么简单的说呢 ，WordPress 呢它其实就是一款用来搭建网站的一个软件，但是前提你得找个地方把它装上，对不对啊？如果说你电脑上面都没有这个软件，那么你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新手朋友，如果你刚开始只是想试一试呢，你直接在你的电脑上面本地安装就行。那这里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谷歌，打开谷歌之后呢，在这里搜索一个本地安装 WordPress，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下。你不会的情况下，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谷歌里面有一堆的好的教程呢等着你啊，你可以简单的去学习一下。那这里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网站在网上亮相啊，让所有人都知道的话，那么你就得在服务器上面去安装一个 WordPress。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了解了 WordPress 是什么，那么这个服务器又是什么呢？啊，我们这里再来问一下 GPT， 我们问一下什么是服务器，有什么作用？如果你真的一丁点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有，你可以问得更细哈。比如说什么是服务器，有什么作用？那你这里可以直接问他啊，有什么作用？解释给小朋友一样的答案，来解释给我。你的基础你完全没有任何基础，你可以让他像介绍给小朋友去跟小朋友介绍一样来跟你解释，那他就会非常的这种非常的基础。看一下啊，这里就他用介绍给小朋友的这种介绍法来介绍你来去了解这个啊，这里面可以看到
啊，它会把这个服务器呢想象成一个玩具屋啊，服务器呢就像一个玩具屋啊，它会在里面存放各种玩具。那么储存服务器里面可以帮我们保存文件、照片、视频啊，这个解释非常的细哈。这上面看一下，什么是服务器？那么这个服务器呢，就是要存你网站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数据。当有人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呢，服务器呢，它就会把这些数据翻出来，然后直接传送到这个访问者的面前。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啊？有的人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复杂，其实很简单啊。所谓的一个网络托管提供商，这里也有服务器的主要作用，这里就不给大家讲了，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更细致的一个了解。再简单一点的说呢，就是一个网络托管商啊，这些公司就是专门运营服务器，卖给你来储存空间啊，但是前提呢，你需要付钱。比如说这个 Hostinger 就是一家非常典型的网络托管服务提供商。那么小鱼儿自己用的搭建网站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呢，使用了这个 Hostinger 这一家。我的主机呢就是在这个上面买的，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并且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那么你在这家公司呢，你就能买到托管服务。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暂停一下去打开视频来了解一下。那1个月的费用呢，也就是3到10美元左右。那么你还能在这儿呢买到域名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买这个主机的时候呢，它会赠送域名，买上1年以上的这个。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又开始疑惑了，什么是域名？那么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这上面呢会有一个网址w 谷歌.com， 那么这个呢就叫网址。平时我们在查找一些网站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这个网址来找到这个网站。比如说我在这里搜索一个 Facebook， 这里我们点进 Facebook， 在这个左上角你能看到 Facebook 的一个域名就是它的一个网址。那它的网址呢，它的一个品牌名这个呢就叫域名。所有的访问者呢，他会通过这个域名找到你的网站。一个域名的一个大概的费用呢，1年呢是在15美金左右。我们有了主机，那你只需要在这个里面呢去安装 WordPress， 进行搭建网站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有了这2样，我们才能开始我们的一个网站。这里当你购买了一个，这里呢你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的语言进来之后呢，它还是一个英文的，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中文，你点进来。那么这里面呢，主流国家的语言呢，这里面都有，找到你相应的一个语言就可以了。这里我就运用一个中文。那么为什么现在使用 Hostinger 的人会这么多因为它有一个中文的界面，并且呢，它还会有一个中文的一个客服，可以看到在这个右下角这里。有任何的问题，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来去问他，并且这里你选好你的一个套餐，可以看一下中间这个是最热门的它会在里面可以搭建100个网站，有免费的1年以上呢会有免费的域名，会有一个每日的备份，可以看到最基础的这个是每周备份网站的数据是相当重要的，不管你你的网站遇到了黑客，那你如果每周备份的话，那是不行的必须要每日备份。这个更高级一点的呢，它的费用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它有一个专用 IP 地址，就相当于呢你的一个网站你用的是独立的一个 IP 地址，那么你的网站呢就不会受到其他一些安全问题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呢中间这个是没有的，它的一个区别。那这个是一个共享 IP 所以大家这里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中间这个。我给大家演示这里呢，我就选中间这个。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选择你购买的一个时长，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有1个月、有1年、有2年、有4年。这句话呢，小鱼经常会说因为我们做网站，你不是做1个月、2个月那做网站都是非常长远的，就像开公司需要做网站，那么你这个公司只要一直开下去，你的网站就要一直做下去，那可能是10年、20年。这里呢，你可以选择1年、2年，也可以选择4年。那你选的周期越久，那么你的续费价格呢就越低，并且你选的越久呢，它还会赠送你3个月的免费，还会赠送你1年的免费域名。从长远的
眼光来看啊，买的越久是最划算的哈。这个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建议呢是买上至少1年以上哈，2年或者4年。选好之后呢，这里直接点一个继续，进来之后呢，填写一下你的账单就可以了啊，你的居住的国家、你的地址，这里大概填一下就可以了，选择一个继续。接下来呢，你用什么支付？那么这里有 PayPal， 有支付宝啊，你可以直接选择支付宝支付。接下来再点一个继续。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你的手机支付扫码就可以了，就可以支付成功就 OK 了啊。直接用支付宝啊，它会直接把美元转换成人民币，用人民币去付款就可以了。那么购买成功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登录，用你付款的邮箱账号呢来进行登录就可以了。登录进来呢，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接下来呢，你购买1年以上，你会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啊，就有了一个属于你的一个域名。你在你的域名后面呢加上一个 COM。进来这个后台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域名，你可以点击域名啊，创建一个新域名。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域名已激活啊，你来进行一些设置啊。我的域名主机已经激活，鼠标回到左边啊，你可以来这里来安装一个 WordPress 啊。那因为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这里就没有了啊。你第一次呢就到这里来安装一下，安装好之后呢，你就用你的注册的账号和密码来进行一个登录。接下来我这里就写一个添加网站，就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网站。那这里他会问你啊，使用什么语言，你的管理员的一个邮箱，这里我们点一下啊，你想搭建一个什么样网站的类型啊，你可以这里先勾选一下。他问你有没有需要的一个页面构建器，我们就选一个空白就可以了。你的域名啊，刚才呢你购买主机的时候获得的域名呢，你就把它填到这个里面来。那么没有的情况下，朋友可以先使用这个临时域名，点击这个右下角这里啊，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就正在安装这个 WordPress。那么安装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大概需要几分钟。那么如果你对搭建网站感兴趣啊，你可以看前面小鱼儿呢有给大家出过几期非常详细的网站搭建，比如说这里有个独立站的跨境服装网站搭建啊，虚拟资源网站搭建，电商网站搭建，那么都是新手可以看得懂的教程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WordPress 已经安装完成了，那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 WordPress 后台的一个仪表盘。那么你在这里呢就能编辑你的网站了。那如果说你想看一下你的网站长什么样子，那么这里我们鼠标往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房子，点一下查看站点。那这个呢目前呢我们网站的一个样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返回后台啊，仪表盘啊，返回到 WordPress 的后台怎么办？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 W， 点一下啊，它就会带你回到我们的后台。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WordPress 的一个仪表盘啊，这里面的一些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侧的这些功能。右边这个部分啊，大家看到的这个大的部分呢，你可以忽略，因为这些呢都是 WordPress 的一些新闻或者它更新的一些什么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直接把它关掉哈，这些它会有的时候它也会占我们的内存啊，我们不需要直接点。右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这些我们直接把它勾了，把勾给它取消掉，这样就可以了，让我们的仪表盘保持一个整齐。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哈，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左边的这些功能。那比如说你想搭建一个博客的话，你就点这里一个文章，这里呢有一个写文章，点一下，它就会带你来到这里啊。你想写一篇什么文章，你可以输入一个标题，比如说怎么养生，那么你还可以在下面输入一些相关的信息啊。这个呢就是一个编辑的页面哈，让你在这里来创建内容的一个页面。那我们再点这个 W 回去，这里点一个离开。其实 WordPress 的话，它特别适合啊，就是来写一些文章，做一个博客网站，特别适合建博客。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媒体库，在媒体库这里呢，你能管理你所有的图片。你可以添加文件啊，你比如说你要上传一些视频，上传一些图片，你就直接点击这个添加啊。因为我这里面目前它是空的，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文件啊。你要添加，点击选择文件啊，比如说我上传一个图片进来，点击打开，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媒体、图片、视频这些给它添加进来。再往下来，这是一个页面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所有页面，有一个新页面。在这里呢，你能添加页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网站呢，它不止一个页面啊，它可能还有其他的页面啊。看一下，比如说有一个怎么联系我们
还有个什么关于我们呐，还有什么退款政策呀，这都会有好几个页面哈，每一个页面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些页面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来搭建的。比如说我这里想添加一个新的页面，在这里点一个新页面，这儿我加一个首页，先把这个关掉。这是我的首页。那这里建好之后呢，我们点2个发布，必须点2次。我们的一个首页的页面建好了，你就可以来完善里面的内容。那我们点 W 回到后台。那比如说我在这里再来添加一个页面，还是点这个新页面。这里呢，比如说我想添加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OK， 这里双击点2次这个发布，那么联系我们的页面呢就添加好了，点 W 回到后台，你可以看到我刚才点的添加的2个页面，联系我们首页。那这里我们页面呢就已经添加成功了。接下来呢就是你去完善里面的内容，再往下来，这是一个评论的一个板块。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评论，所以在这里呢是看不到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个插件部分，点一下这个插件。那这个插件的话，也是这个WordPress 里面最为牛的一个地方插件呢，因为它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付费的插件。插件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把这个插件呢，那么你可以把这个 WordPress 呢，把它想象成一个智能手机 APP， 就像我们平时的手机一样。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自带抖音，没有自带什么微信的这些功能，没有自带什么美图秀秀这些功能。那么这些呢，都是你自己在你的 APP 的插件里面APP 的这个都是你在你的这个商城里面去把它下载下来的，你才拥有了你的手机呢，才会拥有了这么多的功能。那么我们手机里面很多 APP 都是我们自己装的，那这个 WordPress 里面的插件呢，它也是一样的。比如说 WordPress 呢，它没有自带的一个在线商店的功能，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插件，但是呢，我们可以为这个 WordPress 呢装一个商城插件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安装新插件带大家来到这个插件的页面，给大家看一下。OK，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插件，那这里还有一些热门的插件，这里面的插件真的非常的多。比如说你想在你的网站里面卖东西，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插件。那像这个 WooCommerce 呢，它就是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插件，它可以让你呢在你的网站里面呢卖东西。WordPress 呢有超过5万个插件，你想要什么插件的话，你在这个右上角这里搜索插件，比如说一个 Elementor， 那么你搜索的时候呢，这个插件呢它就会自动的跳出来。第一个就是 Elementor。 那比如说我想把这个 Elementor 呢给它安装在我的这个 WordPress 上面，我这里就点一个立即安装。如果你想建一个在线商店的话，你就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这个插件。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如果说想用这个插件呢，我们还需要点一下启用。启用之后呢，你才能使用这个插件。这个 Elementor 呢，它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这个页面构建器。那你想要什么插件呢，就到这里面来搜索不管你可以看到一些反垃圾邮件的一个插件热门里面还有联系表单的插件还有这个 SEO 使用这个 SEO 优化的这个插件，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都应有尽有，它可以增强你的这个网站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到这个已安装的插件里面看一下，我刚才安装的这个 Elementor 呢，它就已经安装成功了。那接下来再来带大家看一下这里一个外观我们的一个主题模板这里我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什么是外观，什么是这个主题呢？这里呢为了理解我这儿先给大家解释一点这个背景知识。这儿我们找到一个网站，那么我们的一个页面我们的一个主题，我们网站的首页这我们网站的首页它是怎么组成的呢？它是由3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页眉上面这些就叫页眉最顶上这里。那么页眉是由什么组成的它通常里面会有 logo， 看一下这里面会有 logo， 还会后面有一个菜单。下面呢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主体，主体呢里面呢有对应的页面的主要内容像这种在线商店呢，它里面就是一些产品。那鼠标往下拉，这下面呢最底下这里就是页脚，页面的底部也叫页脚。那么页脚呢通常它也会包含菜单，还会包含一些社交媒体的账号还会包含一些电话号码等等。
页面和页脚你可以点击一下啊，它会出现在所有页面，不管你点到哪个页面，它和页脚都是存在的，但是中间的内容会不同啊，你换不同的页面，中间的内容会不同，但它的页面和页脚呢是一样的。页面的主体呢，它在不同的子页面上呢，它是会有变化的，但是它们有相同的页眉和页脚。主体呢会根据页面的一个不同而变化它的内容啊，比如说因为有联系我们，有关于我们页面，还有一些什么博客页面啊。这时候我们还是回到后台，那回到我们的主题这里。以前搭建网站可能为了自定义页面并构建页面和页脚呢，你需要装一个这样的主题啊，这样的主题。对于每个单独的页面呢，你需要跳到特定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我点这个打开首页啊，我点这个编辑站点，你要跳到一个特定的编辑页面啊，在该页面呢使用特定的一些设置来去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这个问题呢，每个主题都会提供不同的一个设置选项，没有一个主题呢它是拥有所有的一个设置选项，所以大多数主题呢能构建的内容都非常的有限。但是现在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插件啊，它的名字叫做 Elementor。 因为这个时代在更新哈，所以说呢很多新的产品就出来了。但是这个 Elementor 呢已经出来几年了。 Elementor 它也是一个页面构建器啊，你就能用这个构建器呢能一站式的获得一切。它有一个实时的编辑器，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啊，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功能，有免费的有付费的。当然这里呢 Elementor 的相关链接哈，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打开来了解一下啊。有专业版的，如果说你的后期做的网站要求比较高，那么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些付费版本啊，它会更加的完善。那么上面呢是一些免费版本，但是我们搭建一个简单的网站哈，新手朋友呢你想来尝试一下，免费的就可以。比如说我想在这里来添加一个标题，对不对？我就把它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啊，直接拖过来。那么字体的大小呢，你还可以啊，你也可以来选择，你想让字体大一点，你就让它大一点；让它小一点就小一点。文本的颜色呢，你也是可以由你来选择。这里呢，你只需要把你想要的元素呢拖到页面来就可以。另外呢，你还不会受到页面构建的一个限制啊，因为他们呢几乎提供了你想打造的一切。那么这个是 Elementor 的一个官网啊，这里呢可以看到啊，你在这里有非常多的功能，你一拖一拽，那么你的一个网站就已经搭建完成了。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有了这个 Elementor，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呢？ No，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主题，因为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在 WordPress 中呢，它始终需要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主页。那么这个主题呢，通常它是拿来用于构建页眉和页脚。同时你安装了主题之后呢，你还需要像我刚才一样安装一个 Elementor 的这样的一个插件，这样的一个页面构建器，使用这个页面构建器呢来构建每个页面的一个内容，并使用这个主题呢来构建这个页眉和页脚。那这里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些简单的理论知识啊，可能有的新手朋友还不能理解，等会儿呢我会动手来带大家来实践一下啊，这样呢就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后台，我们把这个鼠标移到这个外观这里，我们再选择这里一个主题。这里呢你可以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点击安装新主题。那么两个常用的主题，它呢能够兼容 Elementor 适合这个页面构建器和页脚的这个主题呢，有这个就是 ASTRA， 那还有一个 OSE。这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就行，那就用它啊。点击这里，你可以先预览一下。OK， 可以看到这个主题呢，大概它是长这个样子的，看一下。这个就是主题的它的一个样子啊。我们点左边这里给它关掉，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安装。那我们需要给它安装并激活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对主题的一个选择。我们这里点一个启用。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Elementor 啊。回到插件这里，点这个插件，已安装插件。我这里呢，大家你安装之后一定要给它激活啊，激活之后才能使用。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一个页面，点击这里我刚才所有页面，这里我点到一个首页，这里首页呢我点一个编辑，因为我这里已经安装了 Elementor， 那鼠标往上
往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么我们就点一下它，它会带我们来到 Elementor 编辑器的一个界面啊，把它关掉啊，这个就到了 Elementor 的一个页面了。那么有了这个 Elementor 呢，你只需要拖放就能轻松的构建和设计页面。比如说我想在这边添加一个文本，我把左边的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小部件，点击拖拽 OK， 它这里就出现在这里了。那我还想点这个加号，我还想在这下面呢放一个图像，点击把它拖拽过来放下 OK， 这里图像呢就拖进来了。那你可以在这里呢上传，选择一个图片，点击选择，这里选择一个图片，可以看到啊，图片就添加进来了。那么图片文字这里文字的大小，你可以点这边的样式，这里有一个排版啊，你可以把这个字体变大，也可以把这个字体变小。那用 Elementor 呢，你几乎能构建和自定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加一个背景图片，你可以加一个背景图片；你想加一个视频，加一个按钮，加一个地图都没有问题。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些整个的页面模板供你导入啊。这里下面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添加模板，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模板库啊，还有一个整个的页面你可以给它导入进来啊，你还可以上传你的一个模板，直接用现成的模板把它导入进来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现成的模板导入进来，你只需要来里面来编辑里面的内容，设计一下就可以了。这里如果说你设计好了之后呢，点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3条线，点击退出到 WordPress， 点击离开，再点这个 W 它会带我们回到后台。那这里除了使用这个 Elementor 呢，你还可以使用 WordPress 它自带的一个页面构建器。那么这个呢不需要你额外去安装，直接去编辑页面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是来到这个首页，我们点击一个编辑，那么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编辑页面，鼠标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加号，点一下它里面也是有一些相当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想添加标题、列表想要使用图片、图库、音频这些这里面都有。同样呢，你也是把它加进来，就可以来编辑你的这个页面。这边也会出现一些元素你也可以一步步来设计你的页面。那么它自带的编辑页面呢，其实也正在更新之中，但是呢，我还是更喜欢使用这个 Elementor， 因为它的设计选项更多并且呢，它的结构可以看一下也更直观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那么页面构建器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页眉和页脚怎么样来编辑构建。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页眉和页脚这些页眉和这个页脚它是怎么建的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页眉页脚呢，我们需要 WordPress 的页面定制器或者主题编辑器才能搞定。那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外观上面，这里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点击进来之后呢，这个 WordPress 的定制器呢，它没有 Elementor 那么交互性强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个页眉生成器，你可以点进来，在这里面呢，你就能来设计你的页眉了。注意这个定制器的话，它的设置呢会应用到所有的页面，但你在 Elementor 里面编辑的内容呢，只会在你当前调的特定页面上变，而这个定制器的设置呢，是管整个网站的记住，这里的设置是管整个网站的。这里是一个页眉的一个编辑到这里来进行一个构建。那返回这里这里还有一个页脚的生成器，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这下面的页脚你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编辑。鼠标往下拉呢，这里还会有一个用户个人的资料编辑你可以来编辑一下你的个人资料。你想要在你的管理界面我们后台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配色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成这个颜色，那么可以看到我后台变了，我想要这个颜色就是你后台的一个颜色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配色你可以到这里面来选你的站点语言可以选，比如说这里其实我们刚刚进来就应该给大家讲但是我现在放到这里来讲进来之后你发现你的是英文，你就到这个用户到这个个人资料里面来点这个站点默认，鼠标往下拉，你就点一个简体中文或者点一个英文都没有问题。
那下面一个是工具哈，你要导入一些，想要导入一些模板这些进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导入工具。再往下是一个设置，设置里面呢会有一个常规，你的站点标题、你的副标题改好之后呢，点一个保存更改。这儿还有一个固定链接，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接的结构哈？这里呢你可以看一下。OK， 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WordPress 的一些重要的基础知识。如果说你还在纠结要不要用 WordPress， 那这里我给你说说啊我的一个看法。WordPress 它的最大的好处呢，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了，它呢有5万多个插件，那么你想要什么功能都没有问题。那它的另一个优点呢，就是你能完全的掌控它。那么用别的一些网站构建器的话，你就得受他们的一个限制。那么不满意了，你还不能随便换提供商，还得从头开始。但用这个 WordPress 的话，你从底层就能管一切啊，你想怎么扩展都行，都没有问题。当然，这里 WordPress 呢，它也有一定的不足的地方，就是容易中招安全问题，因为它太火了，老是被攻击。虽然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但跟这些位置这些构建器比起来 ，WordPress 出安全问题的频率呢，可能还是要高一点。如果说你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我建议你呢可以使用这个 WordPress 还是不错的。你可以从小做起，慢慢扩大你的规模。那么如果说你只是想在网站上花点时间简单弄一个网站，不想要太多的功能，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 Hostinger 里面的一个 AI 建站，让它来帮你搭建一个网站，其实真的几分钟就搞定了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你的网站名称、你的网站内容直接输入进去，它会给你搭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网站，并且里面的功能都可以里面的一些文案这些图片这些都可以改了，你进去稍微编辑一下，一个完整的网站就有了。现在的 AI 建站你不要小瞧它它也是非常厉害的。OK， 那今天小鱼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的上一期视频呢给大家讲了非常详细的一期3小时的一个零基础搭建 WordPress 网站的一个教程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呢都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建议我们的新手朋友、零基础的朋友呢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我这里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那么还有没有订阅小鱼儿频道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